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版的炸弹之母亮相。11月11号是空军节啊，解放军中部战区为了庆祝空军成立73周年，发布了一段视频，其中有一个镜头啊，从轰6轰炸机的弹舱里面呢投下来一枚以前没有见过的炸弹。在珠海航展上，兵器工业集团也发布了同一种型号的炸弹的视频。外电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制导能力的重型温压弹，是中国版的炸弹之母。温压弹呢，也叫燃料空气炸弹，引爆以后首先触发无氧爆炸和无氧燃烧，把炸药释放到空气中，随后呢发生有氧燃烧，产生高压的冲击波和大量的热能，用以摧毁武器装备和建筑物。在燃烧的过程中啊，它会消耗大量的氧气，造成缺氧状态，使得这个爆炸区域内的一定范围内的生物都会窒息而死亡。在现在这个精确制导武器出尽风头的年代呀，战争人道的话题好像更多的集中在防区外发射、平民零伤亡、无附带损伤这些方面。解放军空军和国防工业部门同时展出一种没有制导能力的重磅炸弹，是不是有点脱离时代的潮流了呢？当然不是。美国和俄罗斯空军呢，早就装备了类似的弹药。美军装备的 GBU-43型温压弹，俗称炸弹之母，重9.5吨，用来投掷它的平台甚至不是轰炸机，而是 C-130运输机。因为重量太大嘛，在机舱里面要安装专门的滑轨，从尾舱门投下去以后呢，还要用降落伞给它减速，降落到半空引爆。俄罗斯的炸弹之父里面装了 7.1 吨新型的高爆炸药，尽管总装药量少于美军炸弹之母的 8.2 吨，但是因为它的配方呢更先进，威力啊是炸弹之母的4倍。这种需要凌空投放的弹药，在现代战争中有什么作用呢？随着地面防空能力的增强啊，特别是远程地对空导弹的出现，凌空轰炸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。越南战争期间，美军发起后卫2行动，一夜之间，美国空军就有7架 B-52被苏联提供给越南的 S-57防空导弹击落。但是如果对方不具备防空能力，或者说对方的防空体系被摧毁了，那凌空轰炸呢，仍然是成本最低廉的一种工具方式。普通炸弹的精度可能比较差，但是在对付大面积目标的时候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最主要的是它便宜啊。美军在阿富汗就多次使用炸弹之母来对付塔利班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美国的各路专家不停地怂恿台湾当局要采取所谓的毒蛙战术，也就是要让台湾全民皆兵，组织老百姓呢和台军一起使用步枪、火箭筒、单兵反坦克导弹这一类的轻武器和小型弹药，准备和解放军呢打巷战。巷战历来就是残酷与死亡的代名词啊。假如将来真出现了这种局面，解放军会不会给负隅顽抗者机会呢？解放军公布的这一款重型温压弹就是最清晰的解释。拿破仑说过啊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当双方进入真刀真枪的战争状态，特别是杀红眼的时候，哪里还能像宋襄公那样的搞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呢？俄军在乌克兰战争前3个阶段的行动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了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就已经掌握了燃料空气炸弹的基本原理和制造技术。后来呢，经过对外技术的引进和学术的交流消化，又进一步优化了产品的性能。现在既然公开展示，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投入实战使用了。我们强烈的建议台湾的舆论、台湾的民众啊，要更多的了解一下重型温压弹具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。如果投掷在你所居住的这个城镇里面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然后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听从台独分子们的蛊惑，同解放军的统一行动对抗。相信呢，理智的台湾同胞一定会有正确的选择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